北京正在經歷一場沒有硝煙卻刀刀見血的經濟撤離，不是警告，不是試探，是已經發生並且還在加速進行的現實。這不是週期，這是斷層，是真正意義上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。如果要給這一切找一個源頭，那就必須回到2017年。2017年12月，美國發布國家安全戰略報告，第一次用戰略競爭對手來定義中國。這個措辭改變的不是外交語氣，而是整個全球資本流向的邏輯。歷史就是從那一刻開始分叉的。2018年，關稅戰開打。2021年，美國政府正式提出供應鏈去中化。2022年，美國競爭法案把技術脫鈎寫進國家戰略。到2025年，Quad 機制公開推動關鍵礦產去中國化。短短8年，中國從世界工廠變成了必須被繞開的供應鏈風險。而真正刺痛北京的，不是政治口號，是資本用腳投票了。根據多家國際研究機構公開數據，2017年美國對華直接投資仍保持在140億美元以上水平，而到2024年已經下降到不足40億美元，下降幅度超過70%。錢是最冷靜的東西，它從來不聽宣傳，只服從風險。再來看製造業，中國曾牢牢佔據全球製造業產值的31%以上，這個數字曾經讓全世界離不開中國。但這2年正在發生變化。越南的製造業出口增長率連續3年超過18%。墨西哥2024年對美出口首次超過中國，成為美國第1大進口國。印度的電子產業年出口增長連續突破20%，不是中國被取代，而是訂單正在被轉移。慢性失血不會立刻倒，但會越來越虛。而真正敲警鐘的不是數據，是企業。特斯拉開始動了。根據外媒披露的信息，特斯拉要求供應商在未來1-2年內全面替換美國工廠裡的中國產零部件，不是減少，是替換；不是優化，是切斷。目前，特斯拉北美工廠中，大約50%的零部件仍與中國供應鏈有關，其中約20%為直接中國進口零部件，約30%來自中國企業在墨西哥的工廠。你以為他們是去中國？其實他們是去依賴，而當依賴被視為風險，那他就不再談成本，只談安全。通用汽車更直接，通用向其數千家供應商下達指令，2027年前徹底清除北美車型中的中國產零部件。這是一個極其罕見的商業信號。過去40年，西方車企的供應鏈策略核心只有2個字：便宜、穩定。現在第3個詞超過了一切：安全。哪怕更貴也要換，哪怕更低效也要移。這是地緣政治第一次徹底覆蓋商業理性。不僅是汽車，消費領域也開始悄然退場。星巴克將中國區部分股權出售給本土資本，降低持股比例。漢堡王剝離在華大部分業務。一些知名國際品牌關閉在中國的研發中心，將職能遷往東南亞。官方口徑永遠說是市場競爭，可資本的時間線從來不會剛好這麼巧合。當越來越多公司選擇減少在華暴露，你就要明白，他們不是不賺中國的錢，他們是不想承擔中國的風險。還有一個被忽視的細節，通用汽車 CEO 在最近的行業論壇上公開表示，美國汽車製造業現在仍然有5000個技術工種崗位招不到人，這些崗位年薪高達12萬美元，是美國居民年收入中位數的2倍。但年輕人不願意進廠，他們更願意進科技公司寫代碼、做算法。
他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：如果未來爆發戰爭，谷歌生產不了彈藥。這句話其實說的是一個更殘酷的現實，供應鏈已經成為國家安全的一部分，而中國正是被從這個體系裡緩慢抽離。問題來了，這麼複雜的供應鏈網絡，為什麼這些公司選擇這麼急？為什麼是1-2年？為什麼不是5年、10年？答案只有一個，他們比別人更早嗅到了變化的味道。資本最擅長做的事，不是預測未來，而是提前逃離風險。而當他們開始集體逃離，這場變化就可能已經不可逆了。事情正在比想象中快得多。更殘酷的是，這只是開始。最致命的不是外部圍堵，是內部遲鈍。當全球資本開始重繪供應鏈地圖的時候，北京的很多人還在用2010年的經驗解釋2025年的世界，但世界已經換了一套底層邏輯。過去20年，中國的經濟奇蹟是什麼？一句話：全球化紅利加超低成本製造加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。而現在，這3個引擎正在同時失速。全球化紅利被地緣政治截斷，低成本製造被東南亞、南亞追趕，基建投資已經到達債務天花板。國家統計數據顯示，2024年中國地方政府債務餘額超過45萬億元人民幣，而隱性債務估算普遍認為已超過60萬億元。許多地方財政收入中，超過1/3都用來償還舊債，錢還沒創造新價值，就已經分期還掉了。這是一種典型的財政內循環，看似轉動，實則原地打滑。再看外貿，2024年中國對美出口總額同比下降約12%，而對東盟的出口雖然增長，但利潤率遠低於歐美市場。簡單說，賣得更多，賺得更少，訂單在轉移，順差在縮水，但工資、稅收和社保成本卻沒有減少，企業的壓力被一點點擠壓到不可承受。資本的態度更加直接。根據公開的跨國企業年報統計，2023年至2025年期間，超過120家跨國製造企業宣布調整或收縮在華產能，其中超過60%選擇向越南、印度和墨西哥轉移部分生產線，不是全部撤離，但關鍵產能開始外遷。你可能還在看數字，但跨國公司看的是風險模型。他們已經不再賭中美關係會變好，他們賭的是最壞情況一定會出現，所以先切割。而真正打擊信心的不是工廠外遷，是中產的塌方。過去中國的中堅力量來自房地產、金融、互聯網、外企、體制內，但這幾年支柱一根根倒下，房地產銷售額連續下滑，多地住宅成交腰斬，互聯網裁員常態化，35歲成了一道隱形門檻，外企崗位不斷收縮，很多原本的高薪職位遷往新加坡和越南，曾經構成中國消費力的群體，正在變成高負債、低安全感的群體。消費縮，信心倒，內循環就變成了一場自我消耗。最諷刺的地方在於，世界已經在重新定義中國，它不再是效率中心，而被標注為系統性風險節點。而當一個國家在國際資本眼中從機會變成風險，轉變幾乎是不可逆的，因為信心是一種極難修復的東西。特斯拉不會因為媒體批評就改變策略，通用也不會為輿論而逆轉決策，星巴克更不可能因為情緒就回購股份。這些企業做的不是情緒判斷，是風險管理。而當風險管理的邏輯指向同一個方向，
那就是趨勢。你以為這是去中國化，但更準確說，這是全球重構化。而中國正在從中心滑向邊緣，不是崩潰，是被慢慢調低優先級。就像在一個系統裡，從核心模塊變成了可替換組件，一旦到了那一步，就沒有人再為你停下來。北京遇到大麻煩了。